大量食用油被检测出致癌物，自查厨房是否有3种油，别再吃了。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备受关注的事情。食品安全不仅关乎着国家的未来，更是关乎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。可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，不是食品过期，就是脏乱差。新闻上又报道出了某食用油里面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，尤其是李阿姨在听到这则新闻后，赶紧查询了自家的食用油的保质期和产地，更是连原料表都查了一遍。其实每个人都和李阿姨一样，看见这样的新闻，心中都会有相同的顾虑，这油以后还敢吃吗？怎么选油，选哪家的油才是最好的呢？其实大家也大可不必以此慌张，因为被检查出有致癌物的油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油，而大厂家的油都是经过严格的标准来生产，只要大家在食用的过程中注意存放和使用时间，一般不会有问题。那么小作坊的油就不一定了，小作坊的油从生产就已经不达标，如果人体长期食用劣质的油，就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危害，严重者得癌症的几率会大大增高。因为小作坊的生产卫生不达标，这个过程中油里面就会含有苯并芘、黄曲霉素、过氧化酯、酸钾等有害物质超标，长期大量摄入这些有害物质，就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。这些有害物质都是因为没有把控好。加工卫生不达标。食用油的提炼和加工都需要在高温下完成，如果温度没有掌握好，那么随着温度的不稳定或者过高，就会产生多环芳烃和丙烯酰胺等物质。而且小作坊的机子没有严格的消毒措施，且卫生不过关，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的油，必然会带有大量的有害物质。存放温度不稳定。要知道，油一般要存放在温度较低的室温下，如果在存放期间有暴晒、温度过高的情况时，食用油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。而且食用油在用完后要注意盖紧盖子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空气的进入，以免过氧化值的超标。一旦过氧化值超标，油不仅会变质，还会产生很难闻的酸味，也就是酸值。原材料的污染。要知道，不管用何种粮食榨油，都需要将原材料做一定的清洁暴晒才可以进行榨油。如果没有将原材料进行清洗，直接来榨油的话，原材料里面的杂质就会影响食用油的质量，甚至会直接将有害物质混在油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油就被污染，食用后就会对身体产生危害。制作工艺不精。一些私人小作坊由于条件限制，在生产的过程中会省去一些必要且繁琐的流程，而省去的这个流程，恰巧就让油里面的黄曲霉毒素、多环芳烃和丙烯酰胺等物质超标，甚至有的作坊直接省去了检测黄曲霉毒素的步骤。如果没有食品监督局的来检查，那么这样不合格食用油就会流入市场，而这些食用油也因为物美价廉，导致许多人都争相购买。这样一来，大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就没有了保障，只有被检查出来，才能阻止它流入市场。即使每年国家都在进行食品安全的检查，可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，想要保证食品100%的安全，也是不现实和不可实现的东西。所以不管作为商家还是个人，我们要从自身做起，做到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精神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有效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。自查厨房是否有3种油。反复使用的油。生活中，人们为了使食物多样化、味道多样化，会先使用油来煎炸食物原料。但中国从古至今都有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美德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将油扔掉是一种浪费粮食的行为。尤其是老年人，尽管油经过反复使用已经变黑，都舍不扔，还要通过吃面或者做馒头的方法将剩余的油吃掉。所以为了避免浪费，每次都是反复的使用。殊不知，油经过高温的煮沸，里面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，过滤次数越多，特有害物质就会聚集越多。1、2次食用，身体不会有明显的症状。如果长期食用这种油，那么的肠癌、乳腺癌、肝癌、肺癌、胃癌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这也就说明了饮食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而许多种疾病都是因为生活中饮食不当引起。错误储存方式的油。
食用油最好的存储方式是低温封闭保存。如果在食用过程中有暴晒、高温没有封闭，期间会有空气进入，食用油长期和外面的氧气接触，就会使过氧化值增高。氧化过后的油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，人体在食用之后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肠胃不适等症状。所以一定要了解油的保存方法，避免在保存的过程中产生有害物质。购买时要确保油在保质期内，食用的时候尽量在保质期内用完，不要食用过期的油，以免影响人体健康。3. 劣质油。大家都知道，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会将泔水桶里油收集回来，经过反复提炼，就会提炼出最上面的油。他们会将提炼出来的地沟油掺杂在正常油里面，这样的油很多人都无法用肉眼看出来。长期食用这种油，不仅对人体的消化系统产生影响，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也会提高。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买到劣质油，一定要购买大厂家有保障的油，不要购买小作坊的3无产品。购买油的时候要养成看生产日期的良好习惯，避免自己买到过期的劣质油。3. 食用油的2、3事。我们都知道，食用油的种类很多，每种油都有它们的性能特点，如凉拌油、热炒油、汤面油等。但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以为在做饭的时候要等到热锅油冒烟做的饭才好吃。殊不知，有些油可以这样做，而有些油这样做完全是自己制作癌症因子。因为油在冒烟的时候，里面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，1、2次或者不会有什么。如果长期保持这种习惯，身体慢慢就会发生变化，甚至有的人检查出癌症，就是因为食用冒烟油而导致。那么那些油可以耐高温呢？菜籽油、花生油、大豆油等，而橄榄油、亚麻籽油、核桃油的油点降低，适合凉拌或者冷锅放油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保存油里面的营养物质。那么如何正确使用油，使油的利用率提高并没有危害呢？4. 正确食用油。1. 多样化食用油。生活中可以选择多种食用油，在给人体提供更好的营养所需之时，还可以避免长期单一食用一种油，让人体缺乏某种营养素。在购买油时，如果是一家3口的小家庭，尽量避免购买大桶，以避免浪费和时间过长过期。大家庭购买的大桶油，每次食用时可以选择将油分到小瓶，以方便使用。2. 减少锅的温度和油的温度。不要追求非要等油滋滋冒烟才放入食材。在观察油温时，可以将手放置锅最上面，感觉到热，食材下锅没有很大的烟，这就说明油温适中。如果油的周边烟雾缭绕，并有一种明显的糊味时，要赶紧熄火，待油温下降下再放入食材。如果油的周边已经有了明显黑色沉淀物，就要将油倒掉，重新放油。所以做饭时要严禁等油冒烟下锅。如果油冒烟的时候，锅底已经有明显的糊锅现象了，这时候就会产生有害物质，甚至致癌因子。3. 正确储存，避免过期。油要放置在温度低、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且要将盖子紧闭，避免空气进入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保证油的质量，延缓食用油的变质。4. 正确选购，不要贪图便宜。市面上有很多商家吹嘘自己的油物美价廉，且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营养物质，且价格也是大部分都接受的低价。殊不知，低价钱没有好东西，好东西不便宜。但有的人为了省钱，就选择这种价廉且没有产品保障的油，长期食用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明显的危害。所以为避免买到这种油，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大商场来购买。在购买时，还要仔细阅读油的生产信息、厂家、日期和种添加剂等信息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油的来源和信息，以确保食用油的安全。结论：油是我们生活中必须且离不开的食材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和了解关于油的使用，可以完全隔绝因油的使用不当带来的危害。保证食品安全不是食品监督局的事情，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。保障食品安全从我们自身做起，提高食品安全的意识，学会辨别油的种类和油的品质，这样做便可以完全杜绝食品过期的发生。而小作坊、反复煎炸使用、存放不当等是食用油产生危害的主要因素。
生活中要杜绝这3类事件的发生。